嗨，大家好，我是 Y 博士，今天由我来为各位解密毅力号登陆的黑科技。火星在早期呢，可能有很多的水。那根据我们之前探测的结果呢，我们认为火星早期可能有高达87%的表面呢都是占了海水，87%不能再高了。水为什么对搜寻宇宙的生命这么重要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水的化学式是 H2O， 氢跟氧呢是宇宙中含量分别是第1名跟第3名的元素，所以氢跟氧是非常容易取得元素，所以水在宇宙当中算是非常容易形成的元素之一。第二点呢，水有很高的比热，水对于维持热量或者是说散热的效果呢，都非常的好。对于生命来讲呢，这个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那第3点呢，水的表面张力很大，所以也可以让一些分子呢在上面做一些化学反应、化学变化。以上这3点就是水对宇宙生命的重要。那火星呢，在早期既然有这么多水，所以我们自然就会很希望在上面能够侦测到一些比较原始或是比较跟地球不一样的一些生命形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到火星上面去搜寻地外生命或是宇宙生命的最重要的原因。都是我们说一个叫 sky crane， 也就是用天车吊降的方式降落的。所以在降落的过程当中，都是依赖已经预先设定好的程式码执行，由电脑自动判断适合的场地、适合的条件进行降落。所以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科技最新的结晶。那毅力号呢，差不多就有1000公斤，相当于1吨，那么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的一台休旅车。所以各位可以想象一下，要把这样的一台休旅车吊降到火星的表面，丝毫不差，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之下，适当的降落，其实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科学壮举。它有一个5关节的机械手背，用于采样。那么采好的那个岩芯的样本呢，就会被留在火星表面，等待适当的时机会被送回地球上面做进一步的分析。然后呢，有一个 X 射线的荧光光谱仪，还有一个紫外线的荧光光谱仪，一个透地雷达，然后还有一些成像的相机，用来拍摄全景的照片，甚至上面呢也有一些温度、湿度，然后风向一些探测的设备。但是最特别的呢，是上面有一个实验性质的仪器，它可以把火星上面的2氧化碳呢转化成为可以呼吸的氧。那对于我们人类以后想要登陆火星，或是下一个阶段的火星任务，有非常巨大的帮助。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声音档呢，其实是由毅力号上面的麦克风，然后传回地球上面的所谓的火星上面的风声，听起来这跟地球上面的微风吹过麦克风的声音差不了多少，但是在我们科学家的耳朵里面听起来呢，这已经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要知道，火星上面的大气大概是地球上面的1%，换句话说呢，火星上面的大气非常的稀薄。如果要能够产生这样子的风声的话呢，地球上面微风的声音可能就是火星上面的龙卷风的声音，所以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其实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火星黑科技大解析。谢谢各位，我是 Y 博士。